丈夫为了救白月光，竟把我的肝源移植名额偷偷让给了他。后来白月光手术顺利，他还为此在医院到处发喜糖，庆祝白月光的康复。可是他白月光是装的，我是真的，而我却因为肝功能失常离开了人世。丈夫知道后，在我的墓碑前哭了3天3夜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深夜，林森办公室里没开灯，一片漆黑。我安静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门被打开了。我知道是林森做完手术回来了。林森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开口：“林森，手术结束了。”林森被我吓了一跳，打开灯就冲我吼：“顾墨，你是有什么毛病吗？大晚上的不回家，非要坐着装神弄鬼。我才做完手术回来，能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了？”我抬头看着他，目光空洞。“林森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的声音很是平静。“顾墨，我真搞不懂了，你怎么总是意气用事，每次动不动就要跟我离婚？你是想用离婚来换我对你的在意吗？我不就是把你的手术延迟了一点吗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”尽管还在医院里，林森的声音还是很大。“再说了，我是医生，我肯定知道这中间的利害关系。我之所以要把安然的手术提前，这是因为目前是他治疗的最佳时期。你看他现在恢复得多好，这不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吗？退一步来说，你看你现在精神状态可比他好太多了，所以你还在闹什么？没错，安然是他的白月光。”听完他这些推脱的借口，我没开口。我知道我目前状态好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。主治医生已经告诉我，我错过了这次肝源，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。我依然固执地重复那句话：“林森，我们好聚好散，明天9点，民政局见，记得带上身份证。”林森见劝说我无果，直接把我从沙发拉起来：“顾墨，你听你说的什么话？你每次总是这么意气用事，什么事情只要不顺着你的心，你就要用离婚来威胁我。而且你怎么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啊？你没看到安然都病成什么样子了吗？我直说了，他比你更需要这次手术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你为什么要针对他呢？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够了，林森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只想离婚，房子财产都留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。”我转过身去，呆呆望着窗外。没一会，我听到办公室门被打开又被重重关上的声音。我猜他应该又去找他白月光了。我独自回到家中，夜不能寐。我把家里跟林森的所有合照都烧掉，就好像我们俩从来没有遇见过，这也算是跟他划清界限了。第二天，我准时来到民政局外，却迟迟不见林森的身影。我拨通了林森的手机，手机那头传来的却是安然的声音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森哥还在洗澡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转达的吗？”安然的声音还带着刚起床的鼻音，我想他俩应该才睡醒。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任何喜怒哀乐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我已经不再在意这些了，请帮我转告林森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他，等到他来为止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林森才赶过来。我看到林森的副驾驶上坐着那个熟悉的面孔。“顾墨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不就是要离婚吗？如你所愿好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，还要来求我跟我复婚。”他指着我鼻子骂，神情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。我没有说话，径直走进了民政局。走进民政局的下一刻，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林森妈妈打过来的。
林森脸上似乎闪过一丝笑意，他不会以为搬出他妈这个救兵就能打动我吧？我按下接听键，妈，有什么事吗？尽管我跟林森要离婚了，但该有的礼数还是得有。小莫呀，小森都把事情跟我说了，这点小事也不至于离婚，对吗？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离婚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在一晚上就考虑清楚呢？明眼人都以为是他妈舍不得我这个孝顺的媳妇，事实上，只有我知道，他只是舍不得我的钱。每个月林森他妈都会找我要钱，说着他有多么不容易。现在儿子成了家，不能不管他。碍于林森的面子和同情心，我大部分的钱也都进了他妈的口袋，而我爸妈每个月只能靠自己的养老金过活。从结婚到现在，我拿给父母的钱可谓是用双手都数得过来。我冷笑对着电话那头说：“妈，不用劝了，我心意已决。”说完就坚决挂掉电话。林森见他妈也劝说无效，就又开始转变脸色，哀求我，死活不肯签字。顾墨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你难道不好吗？非要因为这些事跟我闹离婚？林森恼羞成怒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林森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就这样吧。”最后我们还是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顾墨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阳光洒在我脸上，我好像解脱了。这一夜的心力交瘁让我再也没有力气。我拖着最后的力气跟好闺蜜吕晓打了电话，还没说出一句话就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周围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原来我在医院，吕晓坐在我病床旁，她没有说话，显然是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。小莫，林森知道我跟他离婚了，刚离，热乎的离婚证还在我包里。我用调侃的语气想要缓解压抑的气氛。吕晓愣住了，我起身拉住他的手，想啥呢？我现在是孑然一身，什么都没了，还落得个轻松自在。果然啊，还是单身好啊。我装作没事人一样。吕晓，我买了明天回家的票。这次我回家之后，估计咱俩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你要好好的。我扯出一个微笑。吕晓听到我这话，抱着我没说话。那个下午，我跟吕晓在病房里聊了很多，从大学到工作，从家庭到婚姻，这应该是我为数不多很轻松的瞬间。第二天，我办了出院手续，吕晓把我送到车站，想要带着我一起回家。我拒绝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也开始变得多愁善感，竟然开始害怕离别。回去吧，我没事。我扯出一个微笑给他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跟他挥了挥手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站在家门口，爸妈出来迎我，妈妈拉住我的手，爸爸接过我的行李。小莫，怎么回来了？小孙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我笑着抱着我妈说：“哎呀，妈，我都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吃你做的粉蒸排骨。”我把话题转移开：“好好好，妈，这就给你去做。闺女想吃什么，妈都给你做。”说完，妈就到厨房忙活去了。我爸似乎看出我在隐瞒他们：“顾墨，怎么突然回家来了？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性子，对我们只报喜不报忧。放心，我跟你妈在家一切都好，只要你跟小森好，我们也都好。”我爸摸了摸我的头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爸居然已经没我高了，白头发也慢慢冒出来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喊住他，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，唯独我生病的事。他坐在凳子上抽着烟：“顾墨，你从小到大都是有主意的好孩子，爸相信你，你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，爸和妈都不会怪你，只要你做的决定不让自己后悔就行。”
被诊断出来肝衰竭的时候，我没哭；跟林森离婚的时候，我没哭。可是到了这，我却忍不住哭出来。原来只有在父母面前，我才能像个任性的小孩，才能去释放自己的情绪。妈妈在门外也听到了所有事情，她进来摸着我的头：“顾墨，不怕，你还有我们，还有家，不就是离婚吗？我闺女这么优秀，还怕找不到更好的吗？”说完，我们3个都开始大笑起来。只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。看着我日渐消瘦，爸妈似乎也猜出来了：“闺女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整个人精神气都没了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”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便没想着再瞒他们。我把自己的病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们。那一天，他们装作没事人一样，在我床头坐了一整天，跟我聊了好多小时候的趣事，说我小时候不听话，老是挨打，看着又可怜又可恨，还说我争气，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还去了大城市发展。那些在背后说3道4的亲戚都羡慕得很。那一夜，我们聊了很多，可我还是没能挺过那一晚。人们都说，人死之后，最后丧失的是听觉。我依稀听到耳边传来妈妈的哭声，睁开眼，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里。妈妈和爸爸穿着黑色衣服，手臂上别着白布，妈妈脸上的泪痕，爸爸一头白发，以及在桌子上的我的灰色照片，一切都在证明着我的确已经死了。可是我怎么能看到这些场景呢？难道我还有一丝灵魂停留在这世间？应该是吧。在家里还有一个人，是吕晓。他站在我的照片面前，拉着我父母的手说：“顾墨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爸妈的。你爸妈就是我爸妈，我会把爸妈带回城里，用你偷偷塞给我钱，给他们开一间小卖部。你安心去吧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姐妹。”那天和吕晓告别的时候，我悄悄塞了一点钱放在他口袋里。我知道他也不容易，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。我跟吕晓是大学同学，他大学时候妈妈身患重病，我当时因为成绩优异，拿了很多奖学金，就把所有钱都借给了他。虽然最后他妈也没能抢救过来，我们却因为这件事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，所以她才会把我的爸妈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。顾墨，你好好走，这辈子你受了太多苦，我跟你妈都会好好活下去，你放心。你要记得多找孟婆要几碗汤，这辈子你太苦了，你要把这些苦都忘掉，下辈子要做个快快乐乐的人。我爸说完这些话，又用袖子擦了擦眼泪。我看着他们，忍不住也哭了出来。爸妈这边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也想看看林森那边的反应。我的灵魂飘到了我和林森之前的家里，刚到家里，门就被钥匙拧开了。冉冉，刚好我今天休息，我们今天可以在家做饭，要不做一个粉蒸排骨，我记得你最爱吃。林森和安然提着一大包东西走进厨房。可以，你做的我都爱吃。安然回应着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林森是会做饭的。我跟林森结婚3年，从来都是我下厨房，因为他总说男人进厨房像什么样子。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他不是不想进厨房，只是不想为了我进厨房罢了。这一刻，我心如死灰，原来一切都是我在一厢情愿。我看着他们吃着饭桌上的粉蒸排骨，林森忘了粉蒸排骨也是我最爱的菜，可是他只记得安然爱吃，却忘了我这个老婆的喜好。在饭桌上，安然突然提起我：“森哥，最近顾墨怎么样？”林森夹菜的手突然顿了顿，不知道，没消息，估计又去哪里旅游了，潇洒得很。我听到这都被气笑了。
怎么在我死后还要污蔑我？林森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了你。如果林森知道我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会后悔吗？会惊讶吗？第一次知道安然，是在林森大学同学聚会上结束后的那个晚上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出门丢垃圾，就看见林森的车刚进小区，他车上走下来了一个女人。我上前打招呼，当时林森还大大方方跟我介绍，说安然是他大学同学，因为都在学生会担任干部，自然关系亲近。再加上安然家就住在我们小区，就顺便把他送回家。在这之前，我是相信他俩是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的。直到1周后，我打算送林森结婚纪念日的礼物，可礼物挑来挑去都没挑好，于是就打算看看他的购物车。趁他去洗澡，我翻了他手机，偶然间点开了他的微信界面，我发现他居然把安然置顶了，而且还开启了消息免打扰。我知道夫妻之间也需要有各自的私人空间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他和安然的聊天框。原来自从他们聚会之后就一直有联系，虽然聊天没有任何露骨的话，但是他们的聊天记录上下总是衔接不起来。我总觉得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。等他洗完澡出来，毫无疑问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吵。你一天没事干，就去找个班上。我跟安然就是正常的交流。他们公司是做医疗器械生意的，我们医院刚好要进一批医疗器材，我跟他多交流怎么了？你怎么连这种醋都要吃？他还把医院要进器材的通知给我看，我一时间哑口无言，只好当作是自己胡思乱想了。后来我才托朋友打听到，原来林森和安然在大学就谈过恋爱，更甚的是，他们都是彼此的初恋。基于此，我对他俩的关系还是保持了怀疑的态度。后来，我跟林森每次要准备出去吃饭约会，都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来电应该就是安然。我们也总是会有意无意遇到，每一次相遇都好像是安然故意为之。他们俩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我只能一人在旁边默默听着他俩攀谈。饭桌上，林森手机突然响了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是医院有紧急手术需要他主刀，我也跟着他到了医院。手术结束后，他在回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吕晓。林森拦住吕晓，质问他：吕晓，顾墨为什么电话不接，手机讯息也不回？是想玩失踪，想让我满世界疯了的找他吗？他可真是会演戏，家里还有一堆他的衣服，记得让他自己回来收拾。林森，现在你才想起来顾墨，你知不知道顾墨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听完吕晓的话，林森显然愣了一下，转眼又恢复平静，冷笑说：你这拙劣的演技，还想骗我？我不会为他浪费一点我的感情，你不就是想骗我他死了，让我活在内疚之中吗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这样。林森说完，转头就走。听到这，我无奈摇了摇头。也许林森的心里从来都没有过我。林森走到办公室，犹豫着要不要按下手中的拨号键，最后还是按下了。李医生，是我，小森。我老婆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是小森啊，你老婆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没有任何排异情况。下一次来复查，只要血常规正常，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放心吧，小森。林森听到这，似乎松了口气。好，谢谢您，李医生。你跟你老婆真是恩爱，真是羡煞旁人呢。我们科室里好多小姑娘都在磕你和你老婆的 CP 呢，年轻人都在说这个词，我没说错吧？李医生笑着说。林森尴尬地干笑几声，回应了几句：恩爱？什么恩爱？
只不过是林森演出来的罢了。电话挂断后，林森开始发脾气，我就知道吕小在骗我。顾墨，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给我玩失踪。听到李医生的话，我却陷入了疑惑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李医生还要这么说？于是我便跟着李医生来到了食堂，恰好遇到之前安然的主治医生王哥。李医生问王哥：王哥，安然恢复的还不错吧？刚刚小森还打电话过来询问安然的恢复情况呢。王哥笑着回应：非常不错呀，这安小姐年轻，身体恢复得快，只要好好休养，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。王哥表面上笑着，脸上却闪过一丝惊恐，这惊恐被我捕捉到了。听完他们的对话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认错人了。他们以为安然才是林森的老婆，而我呢，算什么？我只是一个被丈夫戴了绿帽，还被瞒在鼓里的大冤种。也是，在我住院期间，林森从来没看过我，连我的病情他都不知道。就算他从我的病房门口经过，也不会想着要进来关心我。同时，我也很疑惑，为什么王哥会有那样的表情？难道他在隐瞒什么事情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决定还是跟着林森。林森手术结束之后，接到了安然的电话：森哥，手术结束了吗？今天是我们重逢的第5个月，我们出去吃个饭吧，我在医院楼下等你。好的，冉冉，我收拾一下。林森把头发梳得整齐，又把衣领整理了一下。我想，林森之前每次见我都是蓬头垢面的，见安然却很在意外表。果然爱与不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在林森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我恍惚听到他说了一句：还是蓬头垢面舒服一点。医院楼下，我看着林森与安然开着车远去。安然把车开到了一家西餐厅门口，服务员带着他们来到了提前预定好的座位。我冷笑：还是你们懂浪漫，还搞个双人烛光晚餐。晚餐途中，安然还专门请了小提琴手为他们演奏。待演奏结束后，安然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礼盒，里面是一个胸针。森哥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胸针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林森看到后恍惚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收下礼盒。我知道他为什么恍惚，因为这个胸针我也送过，一模一样。那是我专门托朋友从意大利带回来的，全世界仅此一个，是送给林森的结婚纪念礼物。我在想，林森看到胸针的那一刻，会不会突然想起我？我想应该是不会的，不然他怎么能坦然接受这个礼物？而且安然根本就是在骗他，这个胸针根本就不是真的。可是林森却充耳不闻，好像他白月光送的就是最好的，随便他吧，被骗了也不关我的事，我还有什么立场去想这些？晚餐结束后，安然把车开到了一家酒店楼下。我想，男欢女爱，后面的事情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。安然拉着林森下了车，可是林森眉头紧锁，他似乎不太愿意。我又转念一想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这可是他最爱的白月光，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。进入酒店房间，我没兴趣看接下来的事情，我正准备离开，却被林森的声音打断了。安然，我想我们还是先不着急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安然愣了一下，随即抱着他沉默。我没想到林森会拒绝安然，毕竟在我看来，林森爱惨了他。安然把林森送回了家，回到家中，独留林森一人。林森走进房间，看到梳妆台上放着一个胸针，正是我送的那条。看着这个胸针，林森叹了口气，躺在床上一夜无眠。我不知道他这一夜想了什么，也许在回忆我们之前的美好生活。
我刚跟他结婚的那时候，由于我的工作时间较为自由，每天都会提前回家为林森做一桌子的饭菜。他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抱我，亲亲我。他之前说，每天都要这样，我们的感情才能越来越好。吃完饭后，我会跟他依偎在沙发上看电影，偶尔畅想一下未来的美好。我相信那时候他也是爱我的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应该就是在安然和他重逢之后，慢慢的他对我开始敷衍，经常以加班为理由不回家吃饭。我说我可以等他，可是等到深夜也不见林森的踪影。我想他大抵是厌倦我了。第二天我已经消失快1周了，林森给我打电话发消息都没有任何回复。他直接到医院找了李医生。李医生，最近我老婆有来进一步复查吗？李医生听了这话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你们是夫妻，天天粘在一起，怎么会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？林森尴尬笑着说，这几天我跟我老婆闹了点矛盾，她耍小孩子脾气，不肯接我电话，也不肯回我消息。哦，这难道就是你们年轻人所说的情趣？李医生打趣林森说。跟着的护士听到林森这么关心丈夫，也跟着开玩笑起来。林医生跟老婆感情真好，林医生帅气，老婆也漂亮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，我们科室的都要羡慕死了。这几天安小姐没有来复查，但是根据上一次复查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李医生拍了拍林森的肩膀说，等等，不对，什么安小姐？我老婆姓顾，叫顾墨。林森突然感觉不对，目光呆滞着说。李医生和小护士听到这里也懵了一下，所以安然不是你的老婆？李医生挠了挠头。林森愣了愣，摇了摇头。那你每天待在安小姐的病房里，那么悉心照顾她，我们还以为那是你老婆呢。那当时安小姐手术顺利结束，你还专门满院发喜糖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夫妻呢。李医生和小护士们似乎都心知肚明了，转眼就向林森递了个白眼。林森没理会这些，继续问李医生，我老婆顾墨怎么样？作为医生的职责，李医生还是帮忙查了查我的情况。顾墨就在安然做手术的当天办了转院手续，转到南城中心医院去了。好的，谢谢李医生。林医生，你这也太奇怪了吧，自己的老婆不去管，反而去管一个陌生的女人，连自己老婆转院了都不知道，你这种情况属实罕见。李医生扶了扶眼镜，称呼也从小森变成了林医生。听到李医生阴阳怪气的话，我也忍不住笑出来。林森吞吞吐吐，也说不出来任何话，转头就走。待他走后，我听到李医生和那几个护士还在讨论这件事。天哪，我听到了什么炸裂八卦？我记得顾墨当时不就住在安然病房的隔壁吗？我可从来没看过林医生进那个病房，反倒是安然的病房林医生常去。安然做完手术后，林医生还天天煲汤给安然补充营养呢。这林医生也太离谱了吧，自家老婆做事不理，反而去照顾一个陌生女人。果然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有一个小护士嗤之以鼻，我要是顾墨，我气都气死了，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谁戴都难受吧。对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，这顾墨呀，跟安然一样都是肝衰竭，原来这肝源名额是该轮到顾墨的，是顾墨让给安然的。要知道，医院传播八卦的速度可是惊人的，没过一会，医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林森听到走廊里连病人家属都在讨论这件事，立刻戴上了口罩，
低着头走出了医院。林森开车来到了南城中心医院，他托关系找到了我的主治医师。你说顾墨呀，他是肝衰竭晚期，他转来我们医院的那天就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如果再早一点做手术，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太可惜了。林森听到这，他恍惚了一下，我似乎看到他眼眶发红了。我猜应该是我看错了，他怎么会在意我的死活？毕竟就是他的原因，我才丧失了生的机会。离开医院，林森发疯似的开始寻找我的下落。他突然想起吕晓那天说的话，他找到了吕晓家里，我爸妈也刚好在。我爸妈看到林森，又忍不住开始落泪。爸妈，顾墨去哪了？我找不到他了。说完这话，林森竟也开始哭了起来。看到他的眼泪，我还有些不适应。林森，你还有脸问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害的顾墨，你就应该下地狱。你和安然这对狗男女就该出门被车撞死。吕晓指着林森的鼻子骂。林森没理会，只上前拉住我爸的手，迫切地想要寻求一个答案。顾墨，顾墨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我爸哽咽着说。爸，什么不在了？你说清楚，不在了是什么意思？林森突然情绪激动。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妈冲着林森吼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林森一边说着我不相信，一边被我妈赶了出去。门外，林森颤抖着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，可是电话那头永远都是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顾墨，你接电话呀！顾墨，我不相信你死了，你快接电话！林森哭着冲着手机吼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大抵是累了。林森拖着沉重的身体回了家。回到家中，他坐在客厅的地上，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，直接往卧室跑去。我也跟着去了。他一边翻箱倒柜，嘴里还一边念着：照片呢？怎么都没了？照片呢？最后他一无所获，竟又开始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我知道他在找我们的合照，可是都被我烧掉了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怎么样，林森？后悔吗？可是后悔有用吗？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林森颓废地哭了一整夜，还不忘记给我发消息打电话。他似乎还没接受我去世的事实。第二天，安然一大早就给林森打了电话：森哥，醒了吗？我在门外，我给你带了早餐。林森起身开了门，安然似乎察觉到了林森的坏情绪，笑着扑进他的怀里，想要调节他的情绪，却被林森闪开了。安然愣住：森哥，怎么回事？林森掩着面，神色颓废。安然，顾墨他死了，他竟然死了，他怎么会死呢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，顾墨也不至于死。安然显然有点不相信，不相信林森对我这么在意，别说是他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林森会这样。也许打心底他还是爱我的，可是这爱来得太迟了。安然拉住他的手，让他不要自责，还说一切都是命。我呸！什么一切都是命？如果不是你抢走了我的机会，我怎么会死？还在这装好人呢？林森红着眼眶，甩开安然的手：是你把顾墨活下去的机会抢走了。安然看到林森的反应，竟也开始发起脾气来：怪我？林森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当时这名额可还是你帮我抢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病，我根本没有肝衰竭。还记得你们医院的王哥吧？这一切都是我跟他串通好的，为的就是让你跟顾墨再也见不到。谁叫我这么爱你呢？爱你爱到什么都不管了。林森瞬间呆住了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，几乎是嘶吼出来的：你说什么？
你再说一遍。安然看着林森的反应，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挽回，但他仍然硬着头皮，冷冷地重复：我说，我根本就没有病，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为了能让你彻底忘记顾墨，跟我在一起。我听到这，脑子一懵，合着我是最无辜的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最后竟被抢走了生还的机会。可是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林森感到一阵晕眩，他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安然试图去拉林森的手，但林森猛地后退，避开了他的触碰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厌恶。别碰我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林森，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。安然焦急地辩解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。爱。林森冷笑，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爱，那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你的爱是自私的，是疯狂的，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之上的。我站在一旁，目睹了林森和安然的丑恶行径，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安然的自白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割裂了所有的伪装和谎言，将他们的罪行赤裸裸地展现在我面前。林森的痛苦和绝望对我来说已无法激起任何同情，林森的后悔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。他的泪水无法洗刷对我的伤害，也无法弥补对我生命的轻视。安然的自私和疯狂更是让我感到恶心。他所谓的爱不过是对林森的占有欲和控制欲。在揭露了安然和王哥的阴谋之后，林森没有选择逃避，也没有选择原谅自己。他知道，只有将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才能让我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他积极地配合警方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，将安然和王哥送进了监狱，让他们面对法律的审判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森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医疗工作中，救治了一个又一个病人，仿佛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赎罪。医院里的八卦也渐渐平息，他白天跟正常人一样，但只有我知道，他每夜都在噩梦中惊醒，惊醒之后总能呆坐一整晚，可是这都于事无补。我早已经心灰意冷，他开始疏远所有人，包括家人和朋友。他的生活变得像一潭死水，没有了任何波澜。林森开始频繁地来到我的墓前，独自一人静静地坐着，有时候会自言自语，有时候会默默地流泪。他的话，他的泪，都是对我的忏悔，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夜很静，林森跳楼自杀了。他留下了一封信，信中写满了对我的思念和对自己的责备。他说他无法原谅自己，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赎回罪过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林森，他似乎跟我一样变成了灵魂。他喊住我，我没有停下来，直接往奈何桥上走去。我喝下孟婆汤，嘴里说着：林森，我们